Hello，我是魏魏关大伟，欢迎收看 Nice Chord 好和弦。今天我们要简单的聊聊 Ionian、Dorian 和 Aeolian 调式，并且一起来听一些音乐例子。不晓得你有没有已经了解7个调式是什么，而且把它们的名字都背起来了吗？如果还没有的话呢，请先去看看之前的关于7个调式的影片，再回来这里哦。一开始我要先说所有人都很熟悉的1号和6号调式，也就是 Ionian 跟 Aeolian。这两个调式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大调跟小调。Ionian 跟 Aeolian 只是他们比较古老的名字而已。所以我们再复习一次，我在 Ionian 下面写的括号1表示它指的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的排列模式。Aeolian 下面的括号6表示它指的是拉西哆来咪发嗦拉的排列模式。当你想要比较两个排列模式的特色差异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从同一个起音开始写。所以如果你从哆开始，用这两个排列模式写出一整串音阶，它就会长得像是这个样子。你可以直接把这两个音阶叫做 C Ionian 跟 C Aeolian。大部分的人会觉得 Ionian 是一个开心的调式，而 Aeolian 是一个悲伤的调式。然后大部分的人在说到 Ionian 或是大调的时候，会联想到大3和弦。讲到 Aeolian 或者是小调的时候，就会想到小3和弦。但是我觉得更能代表 Aeolian 的特色的，可能是小3降6和弦。如果你说小3和弦是悲伤的感觉的话，小3降6和弦可能就是凄惨或者是恐怖悬疑的感觉。如果你最近刚好想要写一个恐怖悬疑的配乐的话，你可以试试看以下小3降6和弦的招数。一个使用 Aeolian 调式还有小3降6和弦的很有名的例子，就是电视影集《X 档案》的主题曲。如果你是2000年以后出生的人，可能没有看过这个，但是《X 档案》是一个在1990年代很红，然后内容是讲关于超自然灵异现象的一个很可怕的影集。它整首曲子一直不断重复的就是这个 A minor 降6和弦的片段。不过碍于版权的问题，我接下来只能在这部影片当中放置几秒钟的片段。你可以在 YouTube 上面搜寻到完整的主题曲，我也会把连结附在下面。再来，我想要介绍的是2号调式 Dorian， 也就是你用 Re Mi Fa Sol La Si Do Re 的排列间距来组成的一串音阶。从 Do 开头的 Dorian 音阶长得像是这个样子。如果你把它拿来跟 Aeolian 比较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它们很像，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Dorian 的第6个音是大6度，这使得 Dorian 听起来不会像 Aeolian 一样悲伤，而是会有一种很古老、很神话的感觉。所以当你在创作的时候，如果你很想要有 Dorian 调式的味道，记得你要强调这个大6度音，来区别 Dorian 跟一般小调的不同。来听听看这个例子，它是很有名的英国民谣 Scarborough Fair。注意它的第7小节的地方有一个大6度音，这让它听起来有一种 Dorian 的味道。我先弹一遍给你听听看。如果你把这个大6度改成小6度的话，它听起来就会变得比较悲伤。我接下来弹2种给你比较看看。首先是原曲的大6度，也就是 Dorian 的感觉。然后把这个 C 改成降 C， 这样就变成小6度的，也就是一般的小调或者是 Aeolian 的感觉。
所以你有感觉到 Dorian 的那种有点古老、有点神话，但是没有很悲伤的感觉吗？另外一个很好的 Dorian 的例子是1999年的游戏 Final Fantasy 8的配乐 Blue Fields。同样的，我没有办法在这边播放全曲，但是你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搜寻到，我也会把连结放在下面。听的时候试试看你能不能听到 Dorian 的大6度特色音。以上就是今天的 Ionian、Dorian 跟 Aeolian 的调式课程。除了我提到的几首曲子之外，也去搜寻其他的例子来听听看吧。这个影片是由好和弦 Nice Chord 提供给你，欢迎到 nicechord.com 学习各种关于作曲、编曲以及电脑音乐的技巧。我是微微关大伟，谢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喽。